大家好，我是怡言，今天我们继续回来讲关于装备系统要更改的事情。在那一天发布公告之后，我分别做了2个影片，第一个是讲公告的内容，第二是分析之后会有什么影响。在当天的晚上，官方就发布了另外一则公告。尊敬的执政官，我们收到大量关于最近发布的装备系统更新公告的反馈，我们非常感谢大家对游戏的热情讨论和宝贵的建议，我们十分重视玩家的意见和建议，因此我们将本次装备系统更新进行重新评估，我们将认真听取大家的想法，以确保游戏能够更好地满足广大玩家的期望和需求。游戏的规则和实行情况将以后续公告为准，我们将尽快发布关于装备系统更新的详细讯息。那有些玩家还是误会了，其实发布这个公告并不是说撤回了装备系统更新，而是他们要换另外一个方式去更改而已。虽然最终还是会改装备系统，但是至少官方他们肯听我们讲什么东西了，这样也不完全是糟糕的。在上次发布了公告之后，虽然大部分的玩家都不同意更改，但是我看到有小部分玩家是同意的。看到某一位主播有说到，其实他是同意更新了，因为他说装备系统已经出现很久了，是时候要更新，增加更多新的装备了。这点我是同意的，跟一些不知道的玩家讲一下，装备系统是在2020年8月左右出现了，这已经整整有3年的时间了，所以要更改做一些小改动是可以接受。但是由于这一次的改动实在是太大了，所以玩家才不接受而已，并且这个改动也是要看玩家所在的王国，比方说你是在先锋王国的话，其实你打仗是真的很累很辛苦的，要拿到征服币可能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并且在我上一个影片里面有说到，会影响到的玩家其中还包括先锋王国的玩家，毕竟先锋王国的玩家大多数都是会去买水晶科技，除了水晶科技的影响，还有装备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就算出新的装备只是相差一个 5%， 对他们来讲也是影响很大。像官方的公告差不多是整身的装备都更换了，那我们以6件来计算，6、5、30就是 30% 的加成， 30% 可不是一个小数目，所以我才会说为什么先锋王国的玩家会去追究最新的装备。但是对于车头这些钱可能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可是你们也知道，近期我们才出现军器不久而已，在我认识的大佬里面呢，依然到今天为止还在买着军器宝箱。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军器都是还没有毕业的，所以还在买着。那他又要买军器，又要去搞装备，又要重新去氪金买图纸的话，其实这个开销是真的还蛮大的。再加上 KVK 也是要花钱去打仗，所以我觉得增加的频率可以慢一点，不要这么快。还有最大的问题就是分解方面，那出了新的装备，必然会有玩家去抽新的图纸去做新的装备，就变成旧的装备不知道何去何从。官方或许也是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那时的公告也有说到分解方面也是会更改。如果你是有精炼的玩家，可以拿回更多的材料，但是不管怎样讲的好，分解之后还是一样只能拿回一般的材料。假设新的装备材料需求更高的话，就变成我们还要另外去买材料了，就变成官方除了要赚图纸的钱之外，还要赚材料的钱。我觉得这里就有一点点过分了，而且要把自己3年的心血，也就是现在拥有的材料分解，只能拿回一半去锻造新的装备呢，我觉得很少玩家可以接受吧。我看到有不少的观众反馈跟我说，就是保留现在原本有的装备，然后用升级的方式慢慢提升就好，因为在分解之后，所有的专属还有觉醒石全部都浪费掉了。那我觉得官方如果出一个升级模式的话，可能也是一样要拿图纸，但是需要用到一个征服币，然后再补贴材料慢慢提升上去，不用重新觉醒过，我认为会好一点。又或者是开多另外2个卡槽也是可以。那我们现在是有头盔、上装手套、下装鞋子、武器嘛，还有2个饰品，我觉得官方可以考虑一下要不要开多2个卡槽，比方说开多一个鞋子的栏位，开多一个武器的栏位，或许会好一点点。这样既不用更改我们现在原本有的东西，增加新的东西，大部分玩家其实都是可以接受的，包括上一次出领袖装备，其实玩家也是可以接受的。当然的，它的数值也不能太过夸张，只要慢慢提升，玩家都是可以接受。那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官方又发布了一则公告，装备系统更新评估进展报告。在那天8月22日发布公告之后，大量执政官不舍提供意见，于是他们立刻决定要重新评估。他们非常认同执政官针对调整方案内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并深知方案不足，因此他们决定对原文中提及的方案进行重新设计。第一点，他们会根据执政官的诉求调整装备系统更新公告中提及的装备系统更新方案，以满足执政官的需求。第二点，他们在收集并整理完执政官们的建议后，将针对执政官们提及的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处理。第一点，忽略了装备长期性投资的意义。
导致投入相同成本后获得的属性装备更好的不公平问题。这一点是说到假设官方是真的更改之后45级跟50级其实用的材料是一样的，但是50级的提升更高的问题，这样就让一些45级装备的玩家心态不平衡。第二点，目前设计导致旧装备效果不如以前，并造成账号价值下降情况，这个问题也是蛮严重的。辛辛苦苦丢了这么多钱下去，结果官方一说更新，你的账号就贬值了。想说做好装备之后可以卖一个好价钱，结果越卖越可怜。第三点，使用征服币兑换的装备图纸和其他等级的图纸不符所需的问题，就是根据官方之前发布的装备更新公告来讲，我们原本可以在征服商店买到的图纸变成我们日常活动都可以拿到了，间接性就是浪费了我们征服币。第四点，已使用的觉醒石造成浪费的问题，这个也是大家一直在问的东西。那我那一天看完了整个更新公告，唯一的想法就是我的觉醒石到底怎么办。那我不确定是不是我个人的影响，因为那天我做的影片呢，确实是列出了这些问题啦，有可能他们是看了我的影片，或者是大多数的玩家反馈也是列出了这4点给大家，所以相信现在官方他们是已经知道问题的所在在哪里了。那可能这4点也是其中一部分的问题，还有更多问题他们还不知道，所以他们会持续收集关于装备更新内容方案的建议和想法。第3点，他们将会邀请部分执政官进行线上讨论，认真听清大家的意见，以确保方案的可行性。第4点，装备系统上线时间将视最终方案而定，实际情况与上线时间请以后续公告为准。所以前面8月22号发布的公告你们可以直接当作废了。所以严格来讲，今天的公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从零开始，先询问玩家的想法跟意见，进行线上的讨论，寻求方案还有时间的可行性。最后补充，因为方案的调整，要退还的材料也会定在装备系统更新方案后续上线。所以你们现在看到那些返回的材料呢，就算他们是已经返回了，后续还是一样会被官方回收的。就是说你们也不需要去羡慕有一些玩家他们是已经返回了材料。那么因为我之前有去参加过线上讨论我不确定这一次会不会邀请我过去。那我用策划的角度去想呢，那赚钱是肯定要赚的，所以出新的装备新的图纸是肯定的，而且他们都已经发布了公告，也就是说他们的装备是已经设计好了，没有理由我已经画好了装备的设计，没有理由因为玩家的反对而全部删除掉，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样会出新的装备，所以这点玩家们必须要接受。毕竟装备系统也出了3年，相信大多数玩家都已经做好装备了，来多1-2个新的装备我觉得应该要接受啦。另外一方面，可能官方是想到要让一些新玩家进来会比较轻松一点，可以直接做55级的装备，直接超越旧的玩家。那么在上一个影片我也是有提到，其实新玩家他们除了装备问题要解决，还有很多问题也是要解决，而且也是不能只是想到新玩家的问题要解决，老玩家能不能接受也是一回事，所以要想出两全其美的方法。那我觉得第2封的更新公告调整有讲到征服装备会返回材料，可能一方面也是要减轻老玩家的负担，虽然他返回的只有差价而已，但是他只是想到了一部分，没有想到另外一部分，我们的觉醒石、征服币还有图纸要怎么解决。但是我怀疑这一次的公告跟更新呢，其实官方是已经调整到最高难度给我们。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原本他调整的只有想到调整 50%， 但是他觉得就算调整到 50%还是会有玩家反对，所以他干脆调整到 100% 的难度。那么玩家是肯定反对的，所以玩家可能会提出一些想法，比方说原本你买一件物品需要50块钱，但是他挂出来卖的价格是100块钱，你当然是不能接受。可是后来他改成70块钱，你会不会接受呢？这样你们就可以理解我的意思了吧？有可能他这个公告只是放出来试水而已。毕竟在公告里面有写到更改的时间，并不是说今天发布明天就改，而是有一段时间才来改的。不过我觉得这个方式还是比较危险啊，如果可以的话，官方尽量出多一点策划面对面，或者是一些预先的公告，让玩家去投票会比较好一点。这样直接发公告说要改是真的会吓死玩家的。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至于各位观众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